羊肉还能用来酿酒？最近从北山酒精里习得一古方，把羊肉和糯米放在一起酿酒，据说既有酒香，又有肉质香，冬天里还可以驱寒暖身，有点意思，咱必须得试一下。先来一杯白兰地，把羊肉浸泡一下，炖的时候只放入生姜和大葱，熬煮1小时之后取出2块晾凉，剩下的再放入盐和枸杞，炖煮10分钟后准备开吃。还得先干正事儿，把晾凉的羊排肉用手撕碎，纯肉51克，放入浸泡了1天的糯米中搅拌均匀，入屉蒸40分钟，蒸好后摊开晾凉。这时加入125克凉白开， 0.5 克甜酒曲，搅拌均匀后放入发酵罐，掏个小酒窝，盖上保鲜膜，有氧发酵48小时。活儿干完了，再来吃羊肉，心情那叫一个舒畅。羊肉肥瘦均匀，入口即化，羊肉的脂香在后口饱满丝滑，丝毫没有羊膻味，甚至连羊汤都是极品美味。我瞬间对羊羔酒的期待更加猛烈，那将会是多么美妙的口感呢？吃完羊肉的锅碗都比较油腻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暖冬好物节刚买的立白洗洁精，清新去异味，去油效果不错，温和不伤手。做花光抖音商城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，每买150减20元，领券再打9折，随便逛逛就是超值好物，太好买了。2天后发酵的羊羔酒中再加入250克凉白开进行2次发酵，又1天后终于可以出酒了。只是酒液里有少许油的感觉，我心里隐约有点不安。不过闻起来酒香依然浓郁，没有羊膻味。接下来压榨酒汁，我买了一台压榨机来最大化的榨取酒汁。酒中得酒520毫升，效果非常满意。品尝一下，入口还是米香和甘甜，酒香呈现在中后口，没有羊肉的膻味和腥味。能把肉质香和酒香同时呈现在一款酒里，不禁感叹古人的酿酒智慧简直出神入化。只是多饮几杯之后，羊肉的油腻感逐渐增加，又不同于喝羊汤的感觉，可能羊肉的滋味和酒的醇厚融合度不够的缘故吧。传说这款酒是杨贵妃20岁生日时，唐玄宗在御酒中特意为她选中的。个人分析，那时候调味的香料比较少，所以羊羔入酒算是增加滋味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上天再给我一块羊排，我一定选择清炖羊排单酿米酒，然后大块吃羊肉，大碗喝米酒，那应该是羊肉和酒最好的打开方式吧。真香！我们开封猕猴桃16泡酒，猕猴桃用的是软枣猕猴桃，以前用过普通的猕猴桃泡酒，口感一般。这款小的吃起来比大的口感更加柔和，所以选用它和16一起泡。酒体是清爽淡雅的西瓜红，比较特别，但整体口感却不如想象中的好喝，既没有16的果香，又没有猕猴桃的清爽和穿透力，有点失败，不如单独16泡酒更好喝。我还做了10款不同酒泡16的测试，等开封了再分享结果给大家。猕猴桃16泡酒，个人感觉是3星半。我们开封6款不同基酒做的梅子泡酒，第一款是用威士忌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和微微的酒感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是威士忌自身的味道，过渡自然，但融合度不像威士忌和草莓那样完美。喜欢威士忌的朋友可以尝试。第二款是用真露浸泡的，由于酒精度数低，激发出的梅香比较少，完全没有酒味，喝起来感觉特别像果汁，适合平时不常喝酒的朋友。第三款用二锅头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，口腔中有一点二锅头的酒感，但完全没有刺激的口感，回味是梅香和酒感的融合，梅子的清透感和穿透力特别的突出，果味与酒味互补，融合的恰到好处。第4和第5款分别是伏特加和朗姆酒浸泡的，这2款酒适合泡大多数的水果，优点是没有明显的酒味，果味被提炼的也很好，缺点是口感显得中规中矩，比如有的酒自身有特别突出的口感，会弥补果味的不足，但这2款没有。两者相比的话，朗姆酒浸泡的果味更加的浓郁一些。第6款是用小刀浸泡的，入口是绵柔的滋味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又是梅香和浓香的融合，整体没有酒的刺激感，但又能把浓香酒的特点很温柔的表现出来，瞬间让人体会到浓香酒的美妙，非常适合爱喝浓香酒的朋友。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今年将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送酒活动，第一期视频是在2023年春节当天发的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收到了8000多份报名表，而且还在增加。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报名，因为在年前我做好了第一批检测合格的泡酒，是100份50毫升的红枣朗姆酒。发视频前我还在担心，万一没人报名，这都够我喝半年了。没想到大家的喜爱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与支持。还有几处没想到，第一，没想到在家调酒的人竟占到60%，爱喝鸡尾酒的人逐渐增多，可我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多人愿意自己在家调酒喝。第二，没想到很多热心朋友的帮忙，因为视频是过年期间发布的，一时咨询量很大，群里有几个热心的朋友，在我没能及时回复的时候，帮忙给大家回复链接，让我瞬间感觉群的温暖。借此视频也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，我也会私信你们，第一时间赠送你们想要品鉴的水果泡酒。第三，没想到最受欢迎的第2名，受欢迎度最高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，这点我有想到。可排第2的是红茶荔枝泡酒，是我没想到的。上次做的红茶荔枝泡酒，虽然用的红茶不是很好，却让我感受到茶加水果加酒的无限可能。接下来我要做大量的茶叶口感的测试，我们一起期待。
最后公布一下，第一批准备赠送的是红枣朗姆泡酒，报名表中选了这一项的有200多人，我将筛选出100人，然后逐个联系来确认。这次没有收到通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的送酒活动不止这一次，我会在每种时令水果上市的阶段，逐个把大家喜欢的酒都做一遍。比如说，如果下一次做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，那我还会从这几千份名单中找出选择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朋友来赠送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说，第一批报名的8000多人，在今后的时间里，基本都会收到一瓶你想品尝的某一款泡酒。这几天我在等包材和邮寄箱，打包就绪后，我就会邮寄出第一批泡酒，敬请期待吧。有一个粉丝给我邮寄了一种水果，我竟用它做了14款泡酒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有一个粉丝私信我，让我试试他自己种的葡萄来泡酒，因为我之前试过几款葡萄泡酒，口感很一般，但他说他的葡萄皮有一种橄榄香气，学名加包果。我最近正在研究还有哪些天然的果香适合泡酒，一听到橄榄香立刻就心动了，上网一查，果然它不像普通的葡萄那样一串一串的，而是直接长在树上的，所以又叫树葡萄，一斤卖好几十呢。这么贵重的果子，我决定用10款基酒做一个全方位的测试对比，这样才能对得起粉丝的一片信任。这个果子皮有一点厚，比葡萄皮硬一点，第一口咬下去很酸的味道，但吃到果肉中间就是糯糯甜甜的口感，还有一点山竹的滋味和奶香。最后轻咬果皮，果然有橄榄香气，还有微微的荔枝香。如果这种味道能很好的呈现在酒中，那简直太棒了。因为皮厚，所以我采用扎眼的形式，让酒能更快的浸泡进去。最终每瓶用260克加包果、39克糖、260克酒的配方，分别用10款酒来浸泡。糖的比例是算出来的，因为我测试加包果的含糖量为11%左右，一般水果的糖分有1半左右会融入酒中，我想做出20%的最终含糖量，所以我加糖的比例是15%，260克酒加糖就是39克，还剩下一点加包果，我又分别用不扎眼的方式和不加糖的方式又泡了2瓶。还剩最后一点，因为果皮和果肉香气不同，所以我又泡了2瓶，一瓶只有果皮，一瓶只有果肉。好了，加包果都被我霍霍完了，需要等待3到5个月再来品尝，不知道我一心盼望的橄榄香会不会如我所愿。